趁着快要12点之前吧，我来录一个短片的，因为不谈太严肃的东西哦。我来讲一下我最近在看 Thread， 就是我们台湾翻译叫脆哈，有不少人在翻自己家里的东西。Thread 在台湾有人翻译成河道嘛，脆嘛，河道嘛，上面是很多人的互相鼓励、互相取暖。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同温层，我觉得它是一个某方面来讲代表台湾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社会风俗的一个处所。那里面有很多朋友们会提到，在家里翻出什么酒出来，最常见的是高粱酒了，或是烈酒、whisky 等等，通常都是高粱酒。民国80几年、90几年，像我家里都有一瓶74年的。各位知道今年民国几年吗？今年民国115年，所以是2026年。他们翻到这些酒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这个酒很好喝哦，可能很好喝哦。然后第二个可能就问到这个不知道多少价钱。当然啦，这些酒，假定是高粱酒哈，葡萄酒也是一样哦。葡萄酒只是相较于，就是所谓的酿造酒，相较于蒸馏酒来讲，酿造酒更需要注意到保存的环境、保存的年限。还有保存的状况，我曾经在早期的时候曾经遇到过某个酒商把他的酒放在地下室，地下室有酒柜，好，它是已经都设计好好的。我讲酒柜不是那种一个一个像冰箱这样，而是它里面是用木板隔好什么有的没有的，然后跟我们在看国外的那种酒窖一样，一个一个这样放。国内有专门在做这种盖酒柜的人，听出来赚了不少。前几年的时候，20年以前，他盖在地下室，结果后来发生火灾，可能电线走火啊，或什么样的火灾，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损失，因为里面就酒啊，那葡萄酒坦白讲是烧不太起来的但是因为是闷烧，所以那个消防队灌水之后呢，火熄掉了，但是里面呢就一片狼藉。把酒全部搬出来之后呢，第一个空调不见了嘛，第二个你把酒搬出来的时候，很多上面都有烟熏啊、污渍啊，或者是水泡的痕迹。这个对酒有没有影响？葡萄酒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脆弱的东西哦，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稍微有点热，温度改变，葡萄酒就整个崩坏了。它也许会一点点影响，特别是靠近火源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呢，没有受什么大的伤害。但是呢，一般买的人就会不爽啊，会觉得说，因为他收藏的酒会放在酒窖里面的酒，通常都不会太便宜嘛。那这个酒看起来有点熏黑，有点污渍，然后又是从那个地下室拿出来的，你也不晓得当时在里面闷烧了，真的时间会不会影响到酒？而且这一款酒离那个闷烧的地方会不会太近了？所以那个收藏者就很爽快就把酒全部拿出来之后呢，就举行了一个。类似像拍卖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也不是讲拍卖会，它就是稍微简单的分类一下，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然后你自己付钱就拿走。请注意它这个算不算卖酒的行为？算卖酒的行为，但是它可不可以卖？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它本身就是酒专，它有牌照，请注意开车要牌照，卖酒要牌照，药剂师要牌照，律师要牌照，医师要牌照，开
那个大客车那个也要牌照，那个牌照都是不一样的。开小客车也要牌照啊，所以卖酒要牌照，所以他们当时在卖这个酒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把酒晒出来，然后规定多少价钱，反正有些人就会去检保嘛，他会看那个酒质怎么样，或者看这个酒本身的特质。比方讲，像这种场合，你要买什么酒会比较好？买波尔多的酒，因为波尔多酒比较耐。你如果去买 Burgundy 的酒的话，那就要踩运气了，因为 Burgundy 的酒有可能就算没有烧坏，也有可能不好喝，还没有到那个时间，或者不好喝，也有可能是好喝，但是因为受到影响。
家可以检举哦，他只要剪贴起来检举你就被罚钱了。那你在Trade 上面去问人家这个酒怎么样，可以没有问题，你要请人家喝也可以没有问题，人家私底下打电话给你问你说，这个我私底下跟你买可不可以带到家里面来，你不是国税局的也可以，那有人要收藏这个东西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够上网去卖。它的着眼点是第一个，这个酒本身就这样讲了，就是有点类似毒品这样的感觉。第二个是呢，它是要人喝到嘴巴里面的，你怎么知道这个酒是好是坏的呢？对不对？有可能造成危险，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基本上是不能够在网络上贩卖的，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好了，今天就讲一些简单的东西哦。天色也已经晚了，就是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